这里是万丰林国际会议中心。在这个它的广场上可以看到对面的万丰林，是在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广场上。它这个楼上也有一个观景台，视角比较好，但上不去，所以一般都是来广场旁边这个山边上的这个野地方来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太阳已经藏到云后面了，但是呢，像远处低空的地方貌似是没有云的，所以稍等一会儿，带我去找个机位。这边还有条路下去，应该是可以下到下面那一片别墅区。我记得这一片好像是只是房子建成了，但是没开发，烂尾了，也没人来接手。反而是这边有个酒店，我上次来新义的时候住的就是这家。下边这一片应该都是一个空置的状态。这边呢，应该就是地图上标注的那个观景台。上去看一下上面视角怎样。主要就是这个山头有点碍事儿，它挡着刚好就最精华的一小段，中间这一段。然后我发现前边那儿又有一个，但应该都逃不过这个山的阻挡。就在这儿拍吧，我现在超级多的丁达尔效应，还挺漂亮的。照片可能拍出来会比较平，但视频拍出来是好看的。还是拿出我们最熟悉的 R5， 镜头用这颗7工匠的40吧，这里应该用不到太广的焦段，更窄一小点。来看看。在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万丰林的上大辉村，而接下来的旅程也将从这里开始。上面的云还在跑哎，速度挺快的。每年的大概年底吧，12月末到2月份，它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它这边都会有晨雾。但现在已经是3月末了，所以呢就见不到晨雾，只会见到这样连绵的低空云和阴天。位置呢是在八卦田，在离网上最火的那个下大辉村400米的地方。我车是停在上大辉这个地方，然后我今天看看能不能走到下大辉，希望不要下雨，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天气说今天是雷电天气，但现在看还好，其实而且云也不太多，没有昨天那么多，昨天真的是早上起来一看那乌云密布的，今天还好。油菜花季的时候，整个田都会是黄色的。现在的话，基本上花都已经开败了，准备收了，所以都是绿的。后面等这一波收完，应该会种水稻什么的吧？大家可以看那边，云雾特别多，它那些山头都是被云罩着的。万丰林这边的特点就是，如果你早上来，人很少，但是大概率会遇到云雾天气。但如果是晚上的蓝调来，人可能会多很多，但天会很晴，也会很清透。早上就是这样，雾蒙蒙的。
那边是田，然后这边是公路和山。待会儿还是顺着田边走吧，我不想来左边了，就还是顺着这边，然后往后再走一段看看。从此处前往下纳辉村大概需要步行300多米。因为现在天已经亮了，再加上今天的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便选择在第2天早上再次前往下纳辉村。这边就是下纳辉村的田，而今天天气特别好，没云哎，居然超级清。是这样的，因为我看网上说这边有一个在田里面的石板路，还挺好看的，所以找了一下位置，应该是在这一片吧，我就过来看一看，今天能不能拍到那个地方。哦，就是这儿，万福，这些石块上面都印着万福。啊，走进去，这看能不能找一个好的位置拍一下，感觉那块还不错。在离开万风林后，我的第一个目的地便是照片中的这一处非常神奇的建在山中的万佛寺。万佛寺距离万风林并不远，从福字田开始，开车大概1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这边我看一下，我拿无人机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拍的。这边刚好有个空地，把车先放这儿。OK， 现在这个位置超级 OK。我待会儿就在这里飞一下，地面上看其实万风林景色是很一般的，有很多时候都得飞到空中来看，所以待会儿就把这玩意儿飞起来，拍一下那边的那个万佛寺。万佛寺是建于明嘉靖年间的一座天然洞穴寺院。而万佛寺在历史上曾遭到破坏，最后在2007年的时候才得以重建。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叫什么万佛寺这儿，现在正在往上走，还挺高的。这边再往上就到了它那个佛塔的地方。这里是叫做万佛塔、万佛寺、万佛塔。好晒啊！现在刚刚还没太阳呢，现在就出来了。这边有个水塘，其实寺庙不大。这边是香炉和放那个插香的地方，这边放蜡烛的。贵州就是这样的，馒头山，一座接一座连着走。这边就不拍照了，没什么特别好的角度可以拍，就来看看这个寺庙。这个寺庙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前边也没了，就这么一片。OK， 然后现在下去这座山，左边这座山的肚子里看一下那一块。这边是它的大雄宝殿，怪不得那么大，就直接从这边2楼平台就可以过来了，然后顺着这一个小路往前走，它这一路上都挂着这些红条子，祈福的。就是这儿了。往前上吧，不往这边上。
给大家看啊，哇，那么大一个洞，哦哟，好高呀！这么一个大洞，挖了这么一处建筑。天哪！这边还有点滴水，毕竟是个喀斯特的溶洞结构，有水是正常的。从这个位置滴下来的，它这个不像是人工开凿的，感觉是天然的，然后后期在洞里建了个这么一个建筑。就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来，下边是他们应该是僧人住的地方，有2层，还有一些之后我便继续开车前往万峰湖，而今天要拍摄的目的地便是万峰湖中的吉隆堡。发现贵州的这些路挺有意思的，它路和云南还不太一样，云南主要是在悬崖边，它就是小山包上面一下上一下下的，这个确实这种体验是比较特殊的。是在这边，它是从这边进去，游客服务中心。这里停车也不收钱，就这么进来了。现在因为是淡季嘛，人也不是很多，停车场基本都是空的。找个地方先停吧，停下来再看。票价是这么一个玩法，一个人60块，这个是一个标准的。然后它有套餐是带船或者溜索什么的。好，各位，我现在进到它这个吉隆堡景区里面了。我跟大家说下情况。首先它是60块门票，它只有军官证、残疾证还有警察证能减免，其他是没有优惠的，都得60块钱直接付出去。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如果你要开下来，下面目前我只找到了这一块，就是西停车场。这一块的停车费是10块，要一起收掉，所以相当于70块的门票你才能下来。我不知道性价比高不高，我先把飞机放出去拍一下。确实很难想象，在万峰湖中央的这么一个石头岛上，有这么大的一座哥特式的城堡。景区是在2016年的时候新建了吉隆堡大桥和游客中心，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吉隆堡才对外开放可以进入。而非常可惜的是，本应打造成酒店、商业、娱乐综合体的吉隆堡，在外界的种种原因下，变成了现在这么一番模样。目前吉隆堡内部也只开放参观，而没有酒店和其他的业务。它这里是一个水电站一样的，水电站机组3台，应该是的吧？怪不得我说，这外面怎么会有个变电站？会不会是发了电从这里给它输出去？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好的低位的角度，就在栈道刚开始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一座城堡，还有这个桥。它进来之后是这样的，这2台电梯停用了，然后这里有个牌子说参观通道，你这边。
这2楼还不能进，要从3楼开始。古堡体验馆。就完全是按那个欧式风格去施工的，摆这些盔甲器具啥的。这边从3楼出来了，这里是1楼刚刚过来那个平台，现在呢就得顺着外面这把楼梯往上走了。上来这边可以进来。这里是个餐厅一样的地方，有吧台，有这些。接着往上，5楼，古堡密室，关着门。好黑呀！然后上6楼是一个露台，上面有2根连廊，这边上不去的，门是锁着的。这边这些开放吗？啊，不开放。这边没装窗帘，你们看，这里面的内部装修都没有做，空的，完全是空的。顶上那个也是一样，应该就没钱来继续往后投资了。这边呢，其实就到顶了，人目前能进的区域就是这一个主体的1楼、3楼、4楼，差不多这几个空间，这3层。然后旁边这些分体建筑的门全部都是锁着的，一个都进不去。对，全都是锁着的。这边都搬完了，完全运营不下去。城堡倒挺漂亮的，建在这个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上，但也只是拍照好看，里面没意思。在不久之后，当太阳渐渐落山，吉隆堡也被迎来了它最美丽的蓝调时刻。在拍摄完本次旅程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后，第2天我便前往了第2个重要目的地，位于万丰林旁边不远处的枫林布依景区。这里是枫林布依，前面是游客中心，那边可以坐观光车，但我准备出来再坐。走进去，现在进来这条路上旁边全是各种旅拍店，但只开了一半，另外一半像这些都没开。然后呢，它是这样一个规划，它进来了以后要绕着这个山头走过去，才能到它的景区主体。上面就这样的景色，一个人都没有，老空了。上来是在半山腰上，那个机位我已经知道在哪了。它这边的飞行区是要到这里才开始，前边大门那里还是机场净空区，到这儿才是蓝区。那个机位在这中间，
对，中间这个位置，待会儿去看一眼。哦，这个角度很不错，24毫米，现在是。哎，对焦啊！哎，对焦啊！怎么对不上焦呢？啊，对上了。现在的温度是30度，38%的湿度。我的老天呐，30度！现在4月都没到，就那么热。它这边其实是主要区域吧。我看好多民宿都修在这一片。它楼是一路顺着山建的，有点像千户苗寨那个感觉。哎，反正时间还早，先来这边绕一下吧。但太晒了今天。那边也有民宿还是什么建筑，有点像民宿或者酒店。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风雨桥，但是是不是在维护啊？像这些地方都没修好。先走了看看。哦，这个角度感觉还行。这边是民宿一条坡，都是民宿。哎，但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小远了？进来拎着行李爬山，那不累死。这边这条山道真的巨长，前面还有，是不是它是一直相当于从这边下去，然后要绕着这整个山头兜一圈，兜到那边？这太长了，怎么没有个头呢？不过现在呢，已经到就这一侧景区的一个，这个算是什么地方？大门、门中门这么一个地方。再往左边走，可以看到它就没东西了，正在修。我就不往前走了，刚好在亭子这儿休息了一会儿。现在呢，就从这里这个楼梯下去了，也不知道它这能不能下，反正走着看呗。感觉是能下的，人家民宿自己的路。哇，这石头，嘿，溜，过不去，只有得爬上来。看来还是得接着往后走。刚刚就这个石头，如果能从这儿过来，噔噔噔，一路就下去了。这太抽象了。哇，下来了以后，这边还是那么多民宿呀。你看上面这个应该是在营业的，还有那么多。到前面就没了，就结束了景区。对面这些我感觉可能也是要打造成民宿吧，可能未来5年10年它就可以做好，然后就可以住进去了。走到这个小太空舱旁边了，它这个叫粮仓院，这一家就粮仓形状的房间。前面这是啥呀？那么高，像这些寨子、古村一类的，你不找制高点，其实没什么好拍照的地方。像这些景色其实都一般，你就是看看就行了。现在发现这后面田间有条路，可以过到对面下去。这边是一片油菜花田，这边就看得清楚了。它这个地方属于是景区比较偏的角落了，所以那些楼我目测应该是没启用吧，因为里面都没开灯，都是黑的，都是空的，上面也没人。可能未来人流量上来了以后会启用，也有可能就这么一直摆着。哦，经典视角这一块，可惜有点吵，还挺漂亮的。就这么看，可能等到黄金时刻，这个角度会更好看。不过现在可以拍一张，我感觉挺好的。除了这边，枫林布衣和千户苗寨这样风格类似的景区相比，面积并不大，实际游览大概2小时就能完全走完。
但枫林玻璃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为它是全部新建的，所以它的道路规划和各方面的建筑规划都要更合理一些，很少能遇到路窄难走的情况。虽然历史和文化对于枫林布依来说并不是它的强项，但我认为它的景色还是非常值得来拍一拍的，尤其是像我一样的各位摄影佬们。这一大片现在被阳光暖暖的照着，阳光现在已经有一小点偏黄了，有点橘黄的样子。现在可能再过20多分钟，它就会完全变成黄了，就很漂亮了。然后最前边那个门洞出去就是刚刚来的那个广场，就绕了一圈了，确实就绕回来了。往前边走，就到刚刚那儿了。好，现在上来了，大家看，现在塔，我相当于在塔6楼，1、2、3、4、5、6，对，6楼的高度。这里是家民宿，进去才发现它里面是有房间的，上不去，所以应该要顺前面这个楼梯上到它的顶上拍。哇，到顶了！哦，漂亮。在这边就是山比较高，周围，你看现在它的黄色就已经下去了，只有稍微高一点的这几栋，稍微还有那么一点光，像矮的地方基本上已经没了。上边这家民宿，还有这家民宿，以及我脚下这家，感觉都还不错。这里离游客中心也近，从后面这条坡走路就可以进来，所以比较方便，不像里面的民宿比较费腿，这边不是很费，所以住上面是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景色也好，尤其是蓝调的时候，你配合有个窗啊什么的，拍出来就太漂亮了。所以呢，再等那么10来20分钟吧，我要接着去找机位了，实在不行就在这儿拍了。刚刚真的特搞笑，我动用了一下上帝视角，然后我发现确实就是这儿了。它那个机位以前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是开了个方形的口，相机就架在下面这儿，用个架子就可以拍，被封起来了。去年我看最新的一个就来这拍过的人啊，好像是5月份还是8月份，我到现在也很长时间了。你看今年都快4月份了，可能是有人把东西从这整掉下去拍什么说，这里有2个洞的没了，所以待会儿只能把架子架这儿了。其实也行，就少点前景，哎，比较可惜。最好的一个角度这么没了。我刚好去飞机看了一下，那头形状都不对，都是半圆形的、月亮形的，肯定不是那样的嘛。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儿。我怕了有心和血，随你天涯云水间。